太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小唐，小唐，你别着急呀，小唐，先别走，再等会儿。不用，等会儿，小唐，小唐，再等会儿，小唐，小唐，等会儿我送你回家。小唐，小唐，我喜欢你。老徐，这个老徐啊，我跟你说，看见小姑娘就迈不动腿。再喝啊！小唐，小唐，小唐，我喜欢你。啊！走。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拿着。沈清源，沈清源，你慢点啊！怎么了？扭到脚了。扭到脚了？这样疼不疼？这疼。你骗我！你压根就没扭到脚。沈清源。徐老师，呀，怎么了？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赶紧给你点点药。就那么2步路，你不能下楼去买去啊？别生气，药很快就到了。要不您跟我说说，不是去庆功宴吗？和唐鑫。那小丫头片子，给脸不要脸。他打的呀。我还不至于让一个丫头片子给打了。那是谁打的呀？沈清宇。嗨，我就说嘛，他跟他周围的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徐老师以后可跟他不要走那么近啊。那还不是你跟我说的他好上手？要不我至于我这样吗？我。徐老师不要生气嘛。你看，现在瑞直播和电视台有很多合作，要不咱们趁这次冬训给他们点教训。给他点教训？怎么给他点教训啊？我还要面子呢。这事只要他们不说，我就当没发生。从长计议。好，从长计议。疼不疼啊？我给你按按。来，我给你按按，消消气。骗你是我不好，可是你等等我嘛，我没骑走，我忘拿东西了。你还要回去啊？跟你说了多少次，离那个人远一点。为什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呢？好，今天是我不好，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我只是代表瑞直播去的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你干嘛这么凶啊？为什么呀？人家谈恋爱都是男朋友哄女朋友，为什么我谈恋爱我就要1天3顿哄你啊？凭什么呀？我怎么这么亏啊？不是你吃亏，是你没良心。我也有良心，我也有占有欲的。这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呀？唐鑫，你知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对你，
我怕你受伤，怕你受委屈，可我就是忍不住，我忍不住想把所有的好都放在你身上。沈清源，我也没有不想着你，我只是没跟你吃饭。我想说，把礼物做好再赶紧送给你，可是我没想到周总临时让我参加这种饭局。做礼物是个惊喜，你就当不知道好了。走吧，前面打车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拿那个袋子。不是重要的东西就别回去了。非常重要。你做的那个礼物啊，走，你亲手做的，不能拉。好了，我到了。不许偷看哦。乖一点。小唐，小唐，小唐，唐姐，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我要把这个送到店里，还有这么多工作呢，加油！阿姨，我要2杯牛奶，好，3个鸡蛋，2份三明治。哦，对，香肠再来2根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小姑娘起得那么早，给谁带早餐呢？我跟阿姨有一样的责任，照顾好运动员。沈清源，沈清源，你醒了吗？我给你买了早饭。出门了吗？不对啊，平时这个时候都还在啊。哎，嫂子，小姐姐，早！提醒你多少次了，叫嫂子，嫂子，嫂子好。看到你们队长了没？队长还没回来啊？啊？
我去，队长什么时候把这群给改成了跑圈群了？他昨天大半夜出去，那么晚才回来，怎么还有心情改群名啊？哎呦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小姐姐，昨天晚上队长是不是去找你了？我可跟你说实话啊，队长这事儿要是被领队和教练知道，他从封闭基地跑出去，那可是挨处分的。队长他这会儿还没回来，该不会是……走，来，嫂子，嫂子，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小唐，教练，沈清源他……沈清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问问他冬训头天训练完成了任务没有？这刚第1天，你替他着什么急呀？我是怕自己会影响到他。哎，还真没有。昨天你在射击馆的时候，小沈的平均环数还提高了0.1。要不我给你看看昨天的统计表？不用了，教练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去直播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训练周期可以这么搞吗？还好，这么看来，他昨晚偷跑出去的事应该没被发现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找你的呀。哦，沈清源，昨晚的事情谢谢你啊。教练没发现吧？那就好。我们的射击王牌今天要继续加油哦。昨天晚上的事儿就当不存在了。就让它过去吧，没关系的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跟你在一起，对我来说前景就是最光明的，所以特别不喜欢往回看。你看，像不像靶心？你想啊，只要往前看，还有那么多比赛，省级、国家级、世界级，还有那么多金牌在等着你。等这个冬天过去呢，你就要全力以赴争取奥运名额。还有那么多事情值得我们一起期待呢。是挺好的，不过不管前景有多好，先得把前面的石头踢开。那个人叫徐典，对吧？他有跟你发过骚扰短信吗？或者别的那些可以当做证据的东西呢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去网上公开检举他。沈清源，算了，别追究了。唐鑫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沈清源，冬训之后你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准备比赛，但凡有一点错失，接下来就是再熬4年，我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跟他耗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训练的。你拿什么去对付他？他是金牌主播，在传媒界混了几10年，你去跟他硬碰硬吗？
没有用的，反倒是他想抹黑我们，倒是轻而易举。可我不在乎舆论。你可以为我着想吗？对呀，对他伤害了你。不是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你可以轻轻松松说你不在乎舆论，但我是做直播的，我是有公司的，你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那公司呢？事情不能只站在你的个人角度去考虑的，沈清源。唐心，你不用害怕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沈清源，你别说了，别想太多。小唐，今天也来做直播啊？昨天你急匆匆就走了，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。你说你这路上万一不安全可怎么办？没有，你也看见了，我是跟人一起的。我知道沈清源，他昨天是鲁莽了些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他就是太年轻、太冲动，所以我才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啊。教练，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你离开基地了。我行，你也别说了，人家来电话了，让我去看保安那边的监控记录，我也看了，的确是你，强翻顶六。告密的那个人是徐典吗？徐老师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，我以后也不会去参加这种饭局。看把小姑娘给严肃的，这都是小事情，别放在心上。反正这一整个冬天，我们俩都是要合作的，你可千万别太有心理压力啊。我知道是他，其实我无所谓，这件事队里可以随便发。你别瞎猜了，人家堂堂正正的主播举报你干什么？再有，现在你追究谁举报你有意义吗？想报仇？这次罚完，下次还敢是不是？你昨天晚上出去是不是因为唐心啊？我不是那种古板的人，也不反对你们谈恋爱，但是有些事情你得分得出轻重缓急。你跟徐典怎么回事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次第一不是人家举报，第二还是他通知了我，我才提前把这事给你瞒下来。按理说你还得感谢人家。教练，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姚晨。这孩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那些个饭局啊，我也不喜欢，人太多，太闹腾。要是等你方便的话，徐老师可以单独辅导你。到时候别通知沈清源了啊，耽误人家训练不说，万一再背上个处分，不值得，是不是？姐夫，你在看什么呢？这怎么回事？我看看啊，你这消息已经发出了，但被对方拒收了呀。我看一下啊，他把你拉黑了呀。那怎么联系他？你有他电话吗？你直接打电话给他呗。没有。啊，没事，我想想办法。什么情况啊，姐夫？这个想喝奶茶是个女孩的微信吧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应该是没有了，因为这个微信的话，你必须等他把你拉出黑名单，不然你永远给他发的都是红色感叹号，他看不到的。行吧。想喝奶茶？什么呀？徐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回去了。小唐，小唐，
沈君，沈君，不要在这跟他起冲突。小沈啊，我刚好要找你呢。昨天你违规离开基地的事，我已经通知你们教练了，会低调处理的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谁愿意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呢？这事儿只要你低调，我低调，对大家都好，对小唐也好啊，省得外面那些风言风语的乱传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这孩子走路怎么没声呢？啊，行行行，那就这样吧。啊，小唐，咱们回见。姐夫，这人怎么了？我先回去休息会儿。姐夫，是不是我姐遇上什么麻烦了呀？小唐，怎么不接电话？年轻人有情绪很正常，但是工作总还是要完成的吧？反正这一整个冬天，咱们都是要合作的。喂，喂，周总，我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吗？你说。我想退出东讯直播。什么？唐鑫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是这样，我不太习惯集体住宿。都是读过大学的人，宿舍你还住不惯了？人家射击队专门给你安排了个单间，你还能找出更牵强的理由来吗？唐鑫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了解你的个性，你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。你要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回来我给你补偿。再坚持几年，这大好的开学，咱们总不能半途而废是吧？还有就是徐典那边，你要跟人家多沟通。咱们这一次就是靠着跟人家合作翻盘。啊，对了，昨天他是不是去了饭局了？你有没有跟人家增进一下感情？周总，那个算了，以后不要再让我去那种饭局了。为什么？不喜欢。姐夫，你是怕又和我姐吵起来才不敢上去吗？还是说你想找到证据，然后去举报那个徐典？
可这样一来，事情一定会闹大，到最后他们还是会去找我姐求证啊。我会陪她的。姐夫，其实我姐她……总之，你别看她很胆小，但她从小到大都是很有主见、很有想法的人。这件事情上，她那么反对你，一定有她的理由。有什么理由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她受到了伤害，我希望伤害她的人能付出代价，这有问题吗？这样说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但是吧，她为什么哭啊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但是你想啊，她既然都哭了，那肯定还是有原因、有问题的，只可能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是不是我太凶了？啊？那这样可以吗？哇，这优秀的侧脸，仿佛自带背景音乐的男人。可以，挺好的。饭，谢谢。沈清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喂你吃饭，坐。水煮蛋，它的蛋白质很丰富，这也是吃鸡蛋保存营养最完整的方式。不用了。那要不你吃这个菠菜？菠菜的叶黄素很丰富，可以预防眼睛的衰老。啊，或者这个油麦菜，它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。你怎么懂这么多呀？营养均衡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，这些我都背过。上午是我不对。是我太凶了。你还不打算让这件事情过去吗？你别担心，你也别多想，交给我就好。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，但是我没事的，你去训练吧。我想自己休息会儿。算了，基地里有2支队伍，丁医生应该根本忙不过来吧？你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吗？啊，你跟唐青关系是不是挺好的？算是吧。自从上次在医院认识之后，觉得挺投缘的，所以时不时的会有联系。啊，经常联系啊？也不算，因为一般都是他主动来找我。他主动找你？沈清源同学，你不会是在吃我的醋吧？虽然我看起来呢像是单身状况，但是我已经结婚了。啊，我吃我自己醋了。那就行。
不过唐心这个小姑娘确实挺可爱的，我要是男生的话，说不准也会对她动心呢。你跟她不合适吧？好了，所以你今天到底要跟我聊什么？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。你这样可不乖了，最好不要惹我生气。小小年纪，不要自毁前程。要是直播的时候还这样，该怎么办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也有他自己的困惑？每个人呢，都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，但是人性总是这样被考验着的。如果有些话你说出来会对你更不利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我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就这样被放过。你看啊，你从刚开始一直用这件事来代替实质内容，这说明你也有事不想让我知道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总归呢，就是一句话，你相信他吗？或者说，你对他足够了解吗？在食堂等我，有事问你。我知道了，丁医生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我希望你们之间的这件事儿能够赶紧翻篇儿。会的。所以说，祖公，我们之间的那件事儿，是不是该结束了呢？对不起。姐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唐心，你别走了，我发誓我会保护好你的。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保护，攥得太紧，同样也会让人受伤。我再慢慢学，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任清源，谢谢你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因为徐简的事情节外生枝了。我不希望你的运动生涯受到任何影响，更不希望影响你的人是我。我去洗把脸。
想什么呢？沈清源，我想跟你坦诚一件事情。就是上次我在天台跟你提到那件事情，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在野战游戏推开你。因为当我面对刻意近距离接触时，或是束缚性动作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害怕、恐惧、担心等情绪，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抵抗。所以前几次，我不是故意推开你的。那件事情，在我心里就好像一根刺，迟早是要拔掉。沈清源，我愿意为了你拔掉它，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但是为了你，我想尽力试一试。几年前，我被歹徒劫持过。后来，幸好警察及时赶到了，不然我……虽然我也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但从那之后，我就特别害怕跟异性亲密接触。不是你的问题。但别人不会这么觉得。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，可能所有人都会在背后议论我、八卦我。对，就是那个姑娘，听说她差点被……也可能会传出其他版本，比如说深夜出门，行为不检。别说了。当时我特别害怕，但我也不敢说。没有朋友开导我，在家人面前我也不敢表现出来，就连跟喜欢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累了，进去休息啊。陈清源，我能借你靠一下。我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想为了你改变自己。我想知道，有我主观的亲近，我能到什么程度？上次，我不也是鼓起勇气亲了你吗？把头给我。你怎么说那么恐怖啊？你应该说把头枕过来。把头枕过来。这样没什么。其实，日常生活都没什么，只是我心里的想法在不知不觉的变化。我变得
我为了让大家更喜欢我，不要在背后议论我，我会刻意的去讨好大家。丁医生管这叫后天讨好型人格。所以你平时带这么多东西，只是为了讨好大家，为了解决别人的不时之需，很好笑吧？其实我也不想的，我就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，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。那时候，要是我在就好了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沈清源，其实我还在想，要不要离开东讯直播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也不太好待下去了。如果还是跟徐典一起工作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有正面冲突，我也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跟他有关的任何事情。真的吗？嗯，有我呢，别什么事儿都自己一个人扛。沈清源，之前都是你设身处地的理解我，这次换我理解你，所以陪我治愈吧。时间可能会有一点长，你也偶尔会受到伤害，但请别不耐烦。嗯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来，发生什么了？不是我的问题，丁医生，我都知道了。唐鑫都告诉你了。还好当时警察及时赶到，没有造成可怕的后果。你也不要太气坏了。不过唐鑫的后遗症是属于一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，能不能根治，这要取决于他内心的结是否能够完全解开。但是这个结，直觉告诉我没那么简单。这种持续性的创伤应激障碍呢，必须要伴随长期和严谨的心理治疗。目前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办法就是暴露疗法，也就是让患者重新回到创伤现场，重新构造创伤的场景，让患者直面他们受过的伤害。以他现在的心态，我觉得不合适。那我们就先试试别的方法。来了，唐鑫，这么早啊？小慈啊，怎么了？来，先进来。几种常规的疗法都被你否定了，沈清源。你问过当事人的意见吗？我知道，这件事我不能替他做主，最终还要看他自己的选择。但我还是希望，有没有一种我也能参与进来的治疗方案？那就还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陪伴法。你之前在唐鑫身上应用的怎么样了？有效果，但没痊愈。这本来就是个漫长的过程。既然是治疗过程呢，有可能会遭遇到使病情更加严重的情况，所以需要陪伴者呢要付出的精力
绝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。它需要有耐心、细心，甚至有的时候要替患者分担一些压力。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毕竟你的生活重心是设计。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引入新的粘合剂。你的意思是第三者？你都想到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动物陪伴疗法。动物？植物行不行？要动物。只有单纯可爱的小动物呢，才能更适合缓解病人的情绪。它要能靠近患者，有的时候跟患者产生一定的交流，甚至被患者所喜爱。对了，除了动物疗法，你还可以多夸夸唐心，要多运用正面反馈，这样不仅可以让他有被认同的感觉，还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，让他有一种突破自己的感觉。这些对于他的心理问题都有帮助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沈清源虽然答应了不和徐典起冲突，但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放下。我怕他惹怒了徐典，徐典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揭穿他翻墙的事情，会影响到他的前途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这样的人。他这种人啊，到最后只会更猖狂，甚至伤害更多的女孩。如果你担心的话，我们匿名举报。可是这根本没有说服力啊！我手头上没有完全的证据，所以沈清源似乎也在想办法找证据。这会影响到他的训练吧？那他有没有给你打过什么类似的电话或者骚扰短信之类的？有，而且他说的话都很过分。他用的还是网络虚拟号，根本识别不了身份。天哪，这个人一看就是惯犯。不行，不能让沈队一个人忙活，这事得尽快解决。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受害者，然后一起联名举报。那些被他骚扰过的女孩，如果能团结在一起的话，本来就是彼此的后盾。可是我连自己都搞不定，就更没有办法找到其他受害人了。所以还是需要我带头，实名站出来，对吗？唐心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制止伤害的前提是不要让自己受第二次伤害，知道吗？要找一个人跟你一起站出来的话，如果那个人是我呢？这属于诬告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会找到证据的，实打实的证据。你怎么找啊？你别忘了，我还在射击馆呢，可以接近他。如果这个人缠上你呢？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？你不是不喜欢小动物吗？可是你喜欢呀。你确定他在这儿吗？我叫了半天他都没出来。放心吧，我查过了，猫粮的味道对它也是有吸引力的，一会儿它就出来了。小刺猬，小刺猬，你是不是饿了？出来吃饭啦！小刺猬，小刺猬，啊，你在这儿呢！全军，多吃点啊！每天都给你带点好吃的，好好干。徐老师，
那个徐老师，您现在方便到外面聊两句吗？方便。小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徐老师，您不觉得上次电视台给我们女队的镜头有点少了吗？是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毕竟沈清源是运动代表。是，那可是我跟他成绩差不多呀，而且我是他的搭档。您看上次国家队集训，他们指明了要用他，选都不选我，一句话都不提。而且这次冬训动员会他还是代表，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很多时候啊，你们女同学很容易被忽略。那要不然这次多给我们一点镜头。这个，徐老师，刚刚我看见了，是您指挥着摄像师傅挑着队员拍的。好，这性质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，那些都是高光镜头。那徐老师，您是不是觉得不上相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会？那我不管，那您今天就要给我个说法。真想知道？石小慈，我做体育主播很多年了，从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，这种招我见多了。这见得多呢，知道的也就多了。你参加射击比赛，以前的那些报道，多多少少我都看过，我可是对你印象深刻。你以前不长这样吧？石小慈，你以前长什么样，别人不清楚，我可清楚。那又怎么样？太伤感着，男人都不喜欢。欲拒还迎，才是我许点的口味。呀，小子，小子！小慈，你还好吗？小慈，你回个信息啊！你看啊，咱俩在同一个城市这么多年都没见上，这赶巧了，在这儿碰上了。是啊，你看起来这混得还不错啊，看来以前做节目的功底还是在的。哪里，是不能跟徐主播比，您的直播能力那才出了名呢。我就是最近才把一个直播频道弄出点水花。联合直播这事儿啊，多亏你在。之前我一直走不开，听小唐说都是你带着的，这我挺不好意思的。要不这样，我跟小唐今天请你吃顿饭。老周，真是不凑巧啊！我今天约了合作商。你赏个光，今天不行，明天也行啊。我就跟你实话说了吧，这顿饭我是不会去的。别介，你看这话说的，都是老同事了，对吧？老周，跟我装呢？这么护犊子呢？这么在意他们啊？
就你养的那小主播，那小嘴巴巴的，太烦人了。我见识过。我今天找你来聊，对，这不是为了让我们以后的合作更顺畅吗？我看你是吸取了前车之鉴，怕自己辛辛苦苦养出来的人又跑了吧？老周，我说你这眼光有问题啊！就你养的那些个人，一点眼力架都没有。上一个吧，倔得跟个牛似的；这个看着文文弱弱的，可实际上跟那狮子一样烦人呢。上一个，小林，啊，他离开电视台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老周，你这师傅没教明白，在这个圈里混的女孩，不懂事儿，那是没有前途的。臭流氓，是你骚扰了他，所以他才一声不响的离开电视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发什么疯？你的贴身助理，你的得力干将，你跟我在这儿装糊涂呢？大家都坐公交车，你可以不坐，但是别挡在车前。喂，唐鑫。小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去找你。你在哪儿啊？我现在不用了，这不马上午饭时间了吗？我就不回去了啊。哦，好吧，那下午见啊。嗯，下午见。周队，沈清源心态太好了，扰不动了，连带着其他人劲头也跟着起来了，真是没想到。你们光靠一张嘴在那儿一直不停说，能干扰的？去吃饭吧。哎，你走路不看路啊？撞了人是不是应该先道歉啊？个儿太小，没看见。会不会说话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碰我。能不能别闹了？什么叫没看见啊？你诚心的吧？赶紧道歉。不是有你俩什么事儿啊？找茬是吧？你是不是找茬？你们在这聊天，还不让人走路了？我看你从那边走过来就攻我。现在道歉。干嘛呢？拉偏架，欺负我队员是吗？没事吧？我沈清源，你有点过于矫情了吧？你已经横得不分时间、地点、场合了是吗？不分时间、地点、场合的是谁？你心里没点数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是谁呀？啊？话那么多，不如拿出点真本事，咱们正经比比。大强，比，行，比就比嘛，不就是比团队嘛，不就是抗干扰嘛？行，那咱们就真枪实刀的比起来，是吧？是可以。等一下，怂了吧？我怂什么？我们队今天还有日常训练没完成呢，一会儿教练要来检查。我是队长，我得负责。也正好，给你们点时间和机会，再多练习练习。马上不就考核赛了吗？咱们到时候走着瞧呗。走着瞧就走着瞧。像你这种自私的人呢，再练也只能顾着自己的成绩，不像我们有沈队，沈队还能指导我们是吧？对。行，沈队，帮我看看美斯是吧？走。肩膀，起。记住，视线要牢牢地盯住靶子，视线别动啊。脚步。周总，哎，沈清源，周总来了。
小杜总，哎，小杜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在忙吗？刚从外面回来啊。对。哎，你说咱俩每次见面匆匆忙忙的，这次难得你在基地，咱俩喝一杯去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次有事儿，下回约。好。哎，送女朋友的？不算女朋友吧？看这次效果。好，祝小杜总旗开得胜。谢谢。好，再见啊，回见。小慈，小慈，你说的话我想过了，确实我平常散漫惯了，很多时候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可能伤害到了你，所以，我郑重的送你这份礼物，正式表达我的歉意。你认识徐典？认识啊，我们可熟了。认识。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他这样的人你都认识。杜丽凤，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怎么了？这关徐典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小慈。行，我一大爷，天天在你这儿当孙子还不满意，我还不伺候了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缺少必要的证据。沈队，今天一天，唐鑫他那么关注我，都是因为我在试图拿到能举报徐典的新证据。但是他这个人太老奸巨猾了，没拿到什么有用的，只有这个。太伤感着，男人都不喜欢。欲拒还迎，才是我许典的口味。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暴露，但徐典身为知名主播，能够说出对女性这样歧视的话，也算是一种危险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这个气没白受。辛苦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我们只有这短短的一个录音，还不能轻举妄动。要是有照片和录像什么的就好。那我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录音我发你，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不用。照片的话，我有别人发我的几张。啊，给我看看。撤回了。知道是谁发的吗？不认识。这不是小爱以前的微信号吗？看来只能剑走偏锋了。找我吗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打算举报你。证据呢？证据？没有证据那不叫举报，那叫诬陷，是吗？那我们听听这个。太伤感着，男人都不喜欢。欲拒还迎，才是我许典的口味。一句调侃而已。再说了，你和石小慈是一个队的，你们这是串通好了钓鱼执法。那石小慈他还……那万一有照片和其他人证？你是说唐鑫啊？啊？小安。
知道那天我是怎么找到你们的吗？他把你带唐鑫去酒局的照片发给我。还有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，不但对我不利，对唐鑫的名声也不太好。我们现有的证据还不能完全扳倒徐典，我们可以先用小慈的这段录音做幌子，让他相信我们有万全的准备，再用小孩的账号做障眼法，逼他退出东讯直播，达到目的，速战速决。要是不举报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徐典答应退出东讯直播了。那他有没有威胁你，或者说些对你不利的话？他不会就此罢休吧？他不敢的。可是，唐鑫，徐典才是那个最见不得光的人。这件事情如果有后续，那他一定会比现在要更加难看。沈清源，谢谢你哦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大家都有份。但是你一个人来领赏了，是不是？这么明显吗？你有掩饰吗？我叫你好好干，也没叫你这么干。找个树枝逗逗他。我这个行不行啊？到这个时候了还在意树枝呢？来，你的手要是真受伤了，你这个神枪手该怎么办呢？你觉得我能干多久？啊？5年？10年？20年？不能再多了。所以呢？所以射击是一时的，而你是一辈子。沈清源，你现在必须是以射击为主。冬训结束以后，我们把他带回家吧。小刺猬吗？真的？你听到没有？你要跟我们回家了。回去之后老实点儿。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3口了。还没到时候。我就是觉得，把过去告诉你之后，状态又好一些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排斥你了。啊，只是不排斥啊。是很喜欢。那也不能冒险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周总，您这是要走了吗？对。您别这么快走啊！我还想谢谢您，老人想请您吃个饭呢。不用了吧，回公司还有很多事儿呢。
要不你俩吃？那我送送你们吧。好。徐老师，您怎么突然就要走了呢？是啊，这联合直播没您坐镇，咱们心里没底啊。对呀，没办法，公司临时有事儿，我得回去处理。徐老师果真是大忙人呐，能者多操劳啊。唐鑫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之前想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总之你也别有太大压力，我相信你是很有能量的女孩。这次冬训系列直播，咱们努努劲儿，争取把它做成女主奥运的爆款栏目。沈队长，你可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啊，你要努力加油啊！周总，他脸就这样，平时也这么严肃。行了，我知道。那我回公司等你好消息。你就别拍我马屁了啊！放心吧，我会调新的主播过来。是，徐老师桃李满天下，徒弟一个比一个出色，来谁都好，来谁都好。对，你们俩呀。行了，车来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那么多事儿忙呢，不用送了。行，徐老师慢走。慢走啊。徐老师，我没来晚吧？一接到您电话我就来了。没晚。哎，走，咱们走吧。再见了。行，没想到你小子还留了那么一手。你要是不练射击啊，是个搞大新闻的好材料。就这样。就这臭脸，真欠教训。陈清源，你刚刚干嘛板着脸啊？我脸不就这样？周总可是帮了咱们大忙，咱们应该感谢他的，不要态度不好嘛。他应该的，要不是他让你去应酬，徐典根本就不会有机会。你也不用这么难受。陈清源，有你在，我觉得好安心啊。除了动物疗法，你还可以多夸夸唐鑫。想什么呢？你今天这身衣服挺好看的啊？我这么说，你开心吗？你不开心啊？也没有不开心了。那吃饭去呗，晚了就没有了。他到底怎么了？我就说了2句，不至于这么小气吧？好香啊！要多运用正面反馈。你今天气色不错，来吃个蛋黄。哎，你今天这个耳环也特别好看。你看你吃饭都吃这么香，我多羡慕你啊！你怎么吃都长不胖。你不吃了？陈清源，你要是有什么意见，你可以直说的，不需要这么阴阳怪气。啊？啊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问得这么冲，他现在肯定在气头上。
没有，不过你要是心情不好，就去散散心，别一个人闷着。还发这么粗暴的问号？要是累了，就去按摩一下。基地里不是配备了特别豪华的按摩室吗？正面反馈，还是听他的吧。我得找个缓和的方法呀。对了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但是节日礼物就这么送出去了，管不了这么多，先应急。